1月10日，美国洛杉矶发生了严重的野火，网络上面很多人流传着一张野火过后拍的照片，里面白色的豪宅在经历野火之后依然完好挺立着，跟它已经被烧毁的左右邻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人认为这个巨大的差距呢，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太爱用木头盖房子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美国人为何那么爱木建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1月的洛杉矶野火延烧了将近1个月不止摧毁了18000栋的房屋，还造成了至少29人死亡，数千人被迫疏散，是美国有史以来第2严重的野火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呢是2018年的坎普大火，同样是在加州，也是烧掉了超过18000栋的建筑物。美国一直是野火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随着气候变迁，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光是去年野火就已经造成了18亿美元的损失，这些钱已经可以盖出一栋台北101。但就算是这个样子，美国还是少数特别爱用木头盖房子的国家。根据统计2019年美国的新建房屋当中有高达90%都是木造的。那到底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的爱木建筑？野火事件越来越严重，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对策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科技日新月异，社会不停的变化，你的孩子准备好迎接未来挑战了吗？芒狗狗系列绘本用台湾在地故事培养孩子进步的品格和素养，帮助孩子建立适应未来的能力。专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故事内容，将孩子熟悉的日常化为故事情境，让他们轻松找到连结，更好将观念应用在生活当中。绘本套组的丰富主题，涵盖了儿童阶段性发展所需，给孩子和家长全方位的成长支持。书内皆附有由专业顾问撰写的亲子共读指南，让即使是忙碌的家长也能够轻松的和孩子展开有趣的成长对话。现在官网购买绘本套组呢，通通68折全网最低价，还享有未来新品7折以上的优惠。输入我的折扣码积极推荐，全站产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点击资讯栏来了解一下吧。要讲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的爱木建筑或许可以从16世纪说起。当时欧洲人刚到北美殖民，要在短时间内盖很多的房子，但又缺乏了专业的石匠以及大型的砖窑厂，所以随处可见的这个森林木材呢，就变成了主要的建筑材料。后来随着西进运动，北美人口越来越多，房屋的需求也跟着大增。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有建造石屋砖屋的技术，但这些材料非常的重，盖的过程还要等它干，便利性呢还是比不上木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木造建筑技术也越来越进步，从早期使用粗大的原木改为比较轻巧的木条，同时呢也从一次盖好改成让每层楼结构独立。这样一来不止工厂呢可以大量的生产统一规格的木材，让成本降低，施工更有效率，也可以让木建筑的结构呢更加坚固。同时在美国呢，懂得盖木屋的工人也很多，整个木建筑的产业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完整。一般来说呢，在美国的木造房屋会比砖造还有水泥建筑更加的便宜。根据美国政府的资料呢，买一栋混凝土建筑大约会比木建筑贵上 4%， 而且盖木屋的技术门槛比较低有些屋主甚至还能够自己盖，就能够省下更多的钱。那虽然木头呢比起其他的建材更容易有虫害或是潮湿腐烂的问题，需要定期的维护，但大部分的人都可以买材料回家自己 DIY， 所以比起一开始的这个建筑成本木建筑还是划算很多。而且根据统计美国人一生当中大约会搬家11.7次，成本低、方便买卖又能够快速拆除重建的这个木造房屋就成为了时常搬家的美国人最有弹性的选择。不过除了便宜方便之外呢，税率优惠可能也是美国人爱用木建筑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呢，房屋税通常是根据房屋的市场价值而定，越有价值的房子呢，税就越高。那木造房屋呢，因为耐用的这个年限比较短，需要定期的维护，再加上比较容易因为火灾或是气候影响损坏，所以比起砖造或者是水泥建筑木造房屋的市场价值通常比较低，相对的要缴的税也就比较少。而且呢，在美国木材也被视为是永续环保的建材，这是因为呢，树木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将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经过转化之后储存在木质当中。那这些木材呢，做成了房子家具之后，原本在木质当中的碳呢就会被锁住，不会轻易的释放到大气当中。所以跟金属塑胶或者混凝土等材料相比，木材在生产还有加工的过程当中，碳排放量其实更少。那为了鼓励民众减碳有些州政府呢会特别给木造的房屋更优惠的税率。
而最后呢是房屋保险，在某些野火几率高的地区呢，保险的费用跟制度其实也变相在鼓励民众使用木建筑。一般来说，木造房屋呢，因为火灾的风险比较高哦，保费会比较高。但是在美国加州这类野火发生率本来就很高的地区，不管是什么样的建筑哦，遇到火灾的风险一样都很高，所以保费其实都一样贵。另外，如果房子真的被烧掉了，很多保险合约当中呢都有重建期限条款，会要求屋主呢要在火灾后的6个月或是1年内开始重建，否则保险公司可能会减少或者是拒绝理赔。这是因为如果屋主重建房屋拖得越久呢，保险公司就会要付出更多的生活安置费，而建筑材料、人力等等的成本呢也会因为通货膨胀越来越高，保险公司呢可能就会越赔越多，所以他们通常呢就会希望保户赶快重建。那通常哦，这个保险呢只会给付原始材料的费用，而屋主呢又必须要赶在一定的期限内开始重建才能够获得理赔。这就让很多的房子已经被烧掉的屋主，即使呢有想要换成比较防火的建材，但碍于时间跟成本的压力，就只能够再一次的选择木建筑重建。不过近年来呢，因应野火不断的发生哦，有很多人都呼吁不应该再盖木建筑了。近年来，因为全球暖化导致高温还有干燥，让加州的野火事件越来越严重。跟1972年相比，2018年火灾面积增加了5倍，夏季火灾的面积更增加了8倍。有人就呼吁这些野火发生几率高的地区应该要改用更能够防火的材料来盖房子，不要再用木头了。这些人认为，就算木材呢本身做了防火处理，通常也只能够抵挡小范围的火灾，很难撑过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大的野火。再加上这些房子烧掉之后，不只会失去除碳的功能还会产生很多的有毒化学物质。这些物质除了伤害健康，一旦渗入了土壤或是流到大海，更会对于自然环境造成长久的影响。不过，也有不少的专家认为呢，要防止野火造成重大的损失，可能不只有改变建材这么简单，因为野火的灾害背后还有2个重大的问题急需解决。很多的专家认为野火灾害其实烧出了美国加州的建筑法规跟保险制度2大缺失。先说建筑法规过去几十年来呢，加州的人口快速的增加，那因为土地有限，再加上很多人向往住在自然环境，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房子不断的往山坡推进，盖在森林与城镇的交界区域。而这些地区的植被呢，因为干燥易燃，再加上消防设施不足，疏散的路线呢又受限，一旦发生火灾救援呢就特别的困难，导致灾害的影响越来越大。再来，保险问题呢也同样的棘手。1988年，加州通过了103号提案，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接受监管，不能够随意的调涨保费。但很多的保险公司批评，这样规定呢，并没有考虑到近年来野火不断的发生，他们不能够把气候的风险反映在保费上面，根本就没有利润可图。所以呢，有很多的保险公司纷纷的撤离加州，这也导致很多屋主买不到保险，转而依赖加州公平计划。加州公平计划呢是一个受政府监管的保险公司联盟，可以针对一般的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的这个屋主提供最基本的火灾保障。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有大约 20% 的房屋加入了加州公平计划，到了2024年数量更是翻了1倍多。不过有专家指出，公平计划理赔金额不止低保费又非常的贵，这也导致部分的加州居民干脆就不保险，结果灾害发生的时候更求助无门，加深了灾害重建的难度。那针对野火肆虐的问题呢，加州政府也试着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首先呢是建筑法规的部分其实早在2018年的迪克西野火呢，就有人发现少数几栋幸存的建筑大多都是最近翻新，或是呢采用金属屋顶或防火外墙的结构。后来加州政府跟专家讨论之后，就要求重建的新住宅呢必须符合更严格的野火法规，其中就包含了禁止在房屋周边使用任何的可燃材料做成的门廊或者固定的设施。而这一次洛杉矶野火之后呢，加州政府也预计要规划更安全合理的城市和道路设计，降低救灾的难度，同时呢也会减少建筑物的密度，让房子与房子之间能够拉开距离，减少火势的蔓延。很多人认为比起直接禁止用木头盖房子，加州政府采取的方法呢，大多是强化木建筑的安全，可能是想要在木造产业还有这个建筑成本以及建筑安全之间取得平衡。而再来呢是保险的问题加州政府呢也预计要修改相关的法规，放宽业者把气候风险纳入评估，合理的调整保费。那因为目前重建工作才正要开始，许多的细节也都还在讨论当中，这政策之后会怎么样发展，是不是可以改变洛杉矶的未来，还是有待后续的观察。
这集的主题呢是我们的特约作者提出来的，他一直很好奇美国动不动就有野火，为什么还是这么的爱用木建筑呢？后来发现美国人这么爱木建筑，其实背后呢牵扯到了很多复杂的因素，包含像是木造产业啊、成本、税率等等。那如果只是单纯的用减轻野火灾害的理由来要求他们改变建材，其实是很难成功的。而且改变建材之外呢，可能还要搭配这样是建筑法规啊、保险制度同步修正，才可能比较有机会降低野火的灾害。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研究这次加州野火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比方说呢，103号提案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保险市场的透明度，并且监管保险费率，降低人民的保费负担。但没有想到，严格的控管价格却意外的导致保险公司大量出走，到头来人民反而失去了保障。这可能反映出制定一项政策呢，需要考量的因素非常的复杂。一个不小心原本利益良善的规定，反而可能会引发了负面的连锁效应，甚至带来反效果。所以目前呢，关于防治野火灾害的讨论，可能还是有很多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甚至在未来出现意料之外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随着这个议题有更多的讨论，相关的政策跟法规也可以修改的越来越好。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认为加州人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防止未来野火造成损失呢？改用混凝土盖房子大幅的降低风险，比城镇规划很重要。住在森林跟城镇交界的区域呢，危险性太高了啊。自己提升消防量能跟技术在这个野火刚发生的时候就扑灭，避免扩张。第一，搬家吧，天然灾害很难避免。以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国人为什么还在用木头盖房子。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美国豪宅以及木建筑成为潮流。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